人一旦开窍，会变得非常厉害。开窍的人生如开挂一般，无论什么样的人，一旦开窍后，如同打通任督二脉，犹如神助。窍就是脑洞，佛家讲慧根，道家讲的通阴阳，其实都是在讲开窍程度。一个没有觉醒的人是没有能量的，对于人生问题是力不从心的。只有开窍的人会抓住本应抓住的东西，才会真正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不畏将来，不念过往。因为人一旦开窍了，他的内在系统就被打通了，内在能量自然流动起来了，他可以随时用满格的心力和能量去做他想做的事，成为他想成为的人，去吸引他想要的一切。顺成人，逆成仙，玄妙只在颠倒间。当你倒立看世界的时候，你才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。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？人活一辈子，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验证别人一天的生活和体验，每天看似很忙，其实都在机械地重复和循环着。而且有些人却活出了几辈子的体验，1年的时间，生命厚度相当于别人的10几年。其实真正的强者，最后比的一定是谁的悟性高，谁的觉悟高，是否能抓到成功背后的规律。人在一生中，慧根会有高速生长的阶段，如果你能深刻领悟以下这3个方面，你将会很快崛起，强大到好几倍。1. 懂得成功背后的规律。万事万物的背后就是规律。太阳东升西落，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地球围着太阳转等等。大到日月星河，小到个人植物动物，宇宙间的每一样事物，无不是在规律下运作的。有钱人为什么越来越有钱？穷人为什么越来越穷？所有的一切都是有规律可循的。成功是有规律的，失败也是有规律的。所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阳以成。天地和气，万物自生，有因才有果，成极必衰。相由心生，境由心转，心生万物。苦与同乐，危机共存的失常在等等，这些都是规律。真正开窍的人，一定是懂得规律的人。鸡叫了天会亮，鸡不叫天也会亮。决定天亮的不是鸡，而是斗转星移。万法无常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，这就是宇宙运行的规律。所以一个开窍的人，一定是在规律下来经营家庭，经营婚姻，经营子女，经营健康。这样的人又怎会不强大？而抓住事物背后的本质，任何问题都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背后的本质。成功者往往有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。所谓花半秒钟看到事物本质的人，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，
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对于本质的认知力，会决定一个人的未来。冬天来了，就是为了储备，因为春天就要来了；苦难打击，就是为了成长，因为甘甜紧随其后。所有的不幸，根源就在你的内心世界。你变了，一切就变了；你好了，一切都好了。好心情才会吸引好事，坏情绪生活只会更糟。人的念头，说的话是有能量的，能量的正向和负向，最终决定你人生境遇的好坏。这些都是事物背后的本质。当一个人真正开窍后，这些道理自然就会悟出，好的运气也就接二连三的到来。这就是心想事成。3、提升高维智慧的认知。真正开窍的人都具备出世的智慧和入世的手段。先来说说什么叫出世。出世代表着放下和解脱，不再追求人类世界的公平、权力、财富等，而是追求一种精神的宁静。而入世则恰恰相反，它代表着进取和争夺人类世界的权利和财富等。出世和入世看上去是一对非常矛盾的观点，现实中很多人往往都只其一念了。比如，我要放弃一切功名利禄，放弃一切物质追求，只追求内心的平静。看到别人物质了就难受，甚至不屑一顾，自视清高。这样你会磨成孤家寡人，失去物质基础的精神追求，你也不会快乐。再比如，我只追求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妹子，只追求金钱至上，物质的极大满足，这样你也废了，因为你会掉进欲望的漩涡，永远填不满，最后遁入魔道，误入歧途。这两种人都很容易走极端，被自己的执念所困。我们说这都不符合道的规律。换句话说，人活得太明白就没意思了，活得太糊涂更没意思。真正的高手一定是把这两种观念都存放于自己心里，要既具备出世的智慧，又具备入世的手段。出世的智慧指一个人懂得放下，不再执着，有一颗得之坦然失之坦然的心，会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，会享受当下的快乐，会临在自己的身体。入世的手段指一个人看清了人生如剧本一样，只是游戏一场，但也会玩得认真，享受一切，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能量，战胜种种难关，去克服各种挑战，去经历，去感悟，去成长。所有的智慧都需要生发来完成的，而人生经历的种种机遇都是连接高维智慧的。每一次经历必有成长，每一次成长必是一次命运的洗礼，每一次洗礼，生命必将上升到更高的层次。人生在世，既要活得明白，也要看得透彻。凡事不要太当真，洒脱一点好，
如果太当真，就会把自己置于痛苦中。你要活在热爱里，而不是别人的眼光里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，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人可以装糊涂，但不能真糊涂。差距是一点点拉开的，不比谁懂得多，只比谁懂得早。包括人性的问题、社会的规律以及事物运行的轨迹。所以开窍就是人的一种自省，在迎来全新的人生，到40岁才明白的事情，会错过30岁的机会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人开窍越早，未来的希望就越大。通过自我完善，完成自我蜕变，从此以全新的高度、态度和心境去实现光芒的绽放。变好和变坏都有一个过程，给时间一些时间，给自己一些信心，再去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。其实人真的可以在某一年、某一个阶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一定就是风格、性格转变了，而是从此端正自己的态度。无论是对人际关系，还是对生活婚姻，所保有的一种从容与气度。一个人真正开窍，会有下面这7个征兆：一、不再玻璃心，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。在开窍之前，内心既敏感又脆弱，无论什么事情都想做到十全十美，太过于为别人考虑，也经常牺牲自我意志去迎合他人的情绪。当别人有一点不高兴时，马上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错了，很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也一直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，属于过于重感情的那种，不愿去面对关系中的现实部分。但是在开窍以后，内心就会变得笃定又丰富，是独特个性的形成，是真实自我的发现。在朋友关系中找到平等的重心，在利益关系中找到价值的重心，并懂得了沉默，不再喜欢与人争执，而喜欢独处，注重自我成长。其实人在真正开窍以后，真的会发现，所谓的社交关系很鸡肋，是负担，所以变得越来越安静。别人再怎么优秀，跟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系，巴结谁，讨好谁，最后不被重视，只看你的价值。是的，越来越觉得处朋友、社交特别没有意思，浪费精力，浪费时间，浪费钱，倒不如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在独处的过程解读内心历程的精彩，不再喜欢热闹，甚至开始讨厌喧嚣。这就是在开窍后所想要追求的一种静谧，只注重自我的成长，在自律的生活中发掘乐趣。三、不高估与任何人的关系，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，谁都有可能取代你，只能说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。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你走了，我也不失望。
更不难过，默默祝福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大家都在追求更好的终点。当你无法给别人带来这种希望，遇到了一个可以给自己带来这种希望的人时，很自然地会忽略你。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重要，别人从来都不这样认为。你没有那么重要，承认这一点是开窍的开始。或许别人对你的看重，也只是来自于你身上的某种现实价值，远非你想象的那种纯粹的感情联系。人生过客，4不再想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变得务实了，变得实际了。这绝非现实，而是对踏实的生活态度。不像以前整天想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浮躁地寻找捷径，幻想一飞冲天，最后就变得高不成低不就，无法从现状中走出来。开窍以后，人就开始依靠自己，不再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任何人的身上，并且在思考中确定短期的规划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总有一天你会承认自己只是个普通人，面对最现实的生活，不容你有半分不切实际的幻想。5解决问题而不是抱怨问题。遇到事情和麻烦，比以前更从容了，也会表现得很镇定。这并不是因为有了解决问题的底气，而是有了思考问题的能力，知道抱怨没有用，愤怒没有用，只有透过表象，从本质出发，才最实际。开始谋求改变，这是人开窍后的主要表现。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不慌不忙，先去思考问题的发生与原因，并找到最彻底的解决方法。抱怨和愤怒只会使自己失去判断，制造出更多的问题。6生活自律，变得谦卑，永远能看到自己需要成长的部分，接受别人的批评，保持一颗谦卑的心，使得自己不断进步。人也只有这样，才可能进步与成长，而不是以自大自我。与人交谈，要绝对捍卫自己那可怜的认知，即使取得了不错的成就，在不如自己的人面前，也能保持一副谦卑的姿态。明白自己的成就更多只是运气使然，也明白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，所以生活开始变得规律，不再追求什么熬夜蹦迪的档次，踏实，带着一颗敬畏心去面对生活。7删繁就简，对欲望有管理，对虚荣有克制。所以这也是人生的2个阶段，前半生由简而繁，后半生由繁而简，并不是由年龄而定义的。当一个人的活法变得越来越简单时，更接近本真本心，获得真正的快乐，知道了欲望带来的满足永远是暂时的，在获得短暂的满足后，
会给自己带来更大更多的痛苦。另一层意思，也是说能找到生活的重心，开始围绕着重心生活。所以当人开始开窍，身上的变化很大，包括气质都带着一种自然感，包括人性在他面前徐徐展开的时候，依然能保持好心中的那份平静与坦然，不指责，不质疑，更不会愤怒，因为知道人就是这样的。知道与接受是两码事，虽然知道，但不能接受。遇到同样的人性问题，还是会有各种道德绑架。只有真正的接受，才能表现出最自然的态度。不管是创业还是做人，都要有底线，开始确定与坚定自己的底线，不再随波逐流。看起来是圆滑，或者有一种圆滑，其实是自我的缺失。主要是有了思考能力和分辨能力，不再被一切事物的表象所迷惑，哪怕被人欺骗，不一定会揭穿，但心里知道原委，有自己的想法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